历史上公认智商最高、发明微积分的那位老哥艾萨克·牛顿，在股票市场里硬生生亏掉了相当于现在400万美金的家产。晚年听到股票2个字就发飙。如果连能计算宇宙天体运行轨迹的天才都能在市场里被割得连底裤都不剩，那你凭什么觉得多读几本财报，考个名校文凭就能在股市里提款？而且这件事跟你我每天盯着 K 线图怀疑人生的焦虑有着致命的联系。大家好，我是麦门，一个在市场里被摩擦了4-5年，终于学会跟市场低头的投资人。各位啊，你身边一定有那种从小考第1名、满嘴宏观经济学的学霸朋友，你买什么他都跟你讲估值太高，有非位风险。结果5年过去了，他还在天天看报告。隔壁那个连 K 线是红是绿都分不清的菜市场大妈，靠着死抱一档台积电，已经去北欧看了3趟极光了。为什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让无数高智商分子破防的话题：为什么越聪明的人在投资市场里往往死得越惨？你先别急着反驳，这可不是我在抽富或者酸葡萄。美国有一位专门研究富人心理学的学者叫汤马斯·史丹利，他曾经调查了700多个百万富翁，结果你猜怎么着？这帮有钱人的大学平均成绩只有 2.92， 什么概念啊？满分是 4.0， 2.92 大概也就是个勉强及格不被当掉的水平。这些富翁在学生时代基本上都被老师或者智力测验盖过章，说他们天资平庸。但就是这帮考试考不赢学霸的家伙，最后口袋里的钱把学霸按在地上摩擦，你说多有意思？那学霸们的问题出在哪呢？出在想太多。当然，这不是说考差就能发财，而是说学校里的那套评分标准跟市场的游戏规则根本是两码事。你想啊，一个习惯了在考卷上找标准答案的人，到了股市里，他会本能的想要把所有的变数都算清楚。他们每天晚上绞尽脑汁看美联储的点阵图，看非农就业数据，看公司的自由现金流。这就好比你去吃一间高级的吃到饱自助餐，一般人进去看到离自己最近的牛排，拿了就开始啃，先吃先赢嘛，多么朴实无华的本能动作。但聪明人呢？他会站在大厅中央，拿出一张纸，开始计算鲑鱼生鱼片和阿拉斯加帝王蟹的热量成本比，还要评估自己胃酸分泌的速度和消化时间。等他列出一个完美的取餐最佳化模型时，不好意思，人家餐厅已经打烊收客了，他只能饿着肚子回家。这就是聪明人最典型的死穴分析瘫痪。在 PTT 股板上有一句被封为神级名言的推文是这么说的：宁可低档的时候乱买股票，也不要高档时候研究财报。这话听起来很像个不学无术的赌徒，对吧？而现实打脸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2000年有一份针对6万多个散户账户的研究显示，那些自以为聪明、交易最频繁的人，每年的回报率整整落后大盘 6.5 个百分点，越折腾亏越多。如果你觉得这个角度有意思，觉得我后续的分析可能对你有用，先订阅一下频道，顺手点个赞，这样下次我更新的时候你才不会错过。好，我们继续。诺贝尔奖得主的46亿美金烟火秀。你可能会说，散户嘛，就算学历再高，能拿到的资讯也是落后的。那如果是这个地球上最顶尖、最核心的财经大脑聚在一起，总该无敌了吧？这还不算奇葩，咱们来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高智商灾难。1994年，华尔街成立了一家叫做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避险基金。这个阵容要是拿出来，能把全地球的散户吓尿。创办人是所罗门兄弟的传奇债券交易员，合伙人里面有2位，麦伦·舒尔斯和罗伯特·莫敦。这2位是选择权定价模型的共同发明人。1997年直接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抱回家的神级人物，还有一位是前美联储副主席。你说厉害不厉害？这群人聚在一起，搞出了一个号称能完美计算市场风险的模型。前2年确实猛，回报率高达40%几，华尔街的大佬们排着队给他们送钱。但问题来了，这帮聪明人太相信自己的数学公式了。他们觉得，既然风险完全可控，那100块的本金为什么只赚10块？借钱放大不就得了？到了1997年底，他们手上的自有资金大概是47亿美金，他们居然加杠杆借了超过1200亿美金，衍生性商品的部位高达 1.25 兆美金。这什么概念啊？这就像是你以为自己在开着一辆配备了12颗安全气囊的保时捷，其实你是在骑一辆没有刹车的脚踏车，而且还蒙着眼睛准备冲下悬崖，离谱吧？不出意外的，还是发生了意外。1998年8月，俄罗斯政府突然宣布债务违约，这在 LTCM 的精密数学模型里，是一个宇宙存在时间内都不该发生一次的极端小概率事件。结果呢，他们一天就亏掉了 5.5 亿美金。这群诺贝尔奖得主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没有停损，因为他们的公式告诉他们，市场错了，我们是对的，价格迟早会回归。
这种傲慢就好比你设计了一艘号称永不沉没的铁达尼号，计算了钢板的极限抗拉强度，画出了最完美的流体力学图，结果出海第一天撞上了冰山，水都淹到甲板了，慌了没？没有，船长不叫大家穿救生衣，反而拿出计算机跟乘客说：“别慌，根据我的微积分方程式，这水是不可能灌进来的。”不到4个月，46亿美金灰飞烟灭。最后是美联储出面，史无前例的把华尔街14家最大银行的执行长全部叫到办公室。因为来的人太多，椅子不够，这帮平时叱咤风云的银行大亨只能委屈地坐在金属折叠椅上，抽了36亿美金才把这个大雷给填平，免得整个金融系统跟着赔账。你说这些诺贝尔奖得主不聪明吗？他们聪明绝顶，但他们忘了一件事：交易你所看到的不是交易你想看到的。市场是一群疯子组成的，而疯子是不讲微积分的。这也是为什么专注在早盘面给你的讯号，绝对比专注在你脑袋里那个完美的模型还要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经济学泰斗。那怎么办呢？这帮聪明人难道就学不乖吗？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当聪明人犯错的时候，他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市场，而是自己的面子。我们再来看一个把面子看得很重的老熟人。1929年10月中旬，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泰斗、计量经济学的先驱厄文·费雪，在纽约的一场晚宴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表了一个震古烁今的预言。他说，股票价格已经达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永久性的高原。这句话刚说完不到10天，黑色星期四大崩盘降临，美股直线跳水，血洗一轮。如果是一个普通散户，这时候可能就吓得尿裤子，赶紧割肉溜了。但费雪是谁？他是耶鲁的教授，是全美国最聪明的大脑。他怎么可能承认自己看错了？所以他不但没有停损，反而四处借钱，甚至向亲戚借了大笔资金，拼命往保证金账户里塞，一路加码摊平。他以为自己是在抄底，结果是接到了一把从20楼掉下来的西瓜刀。费雪毕生累积的1000万美金净资产全数归零，还倒欠了1100万，晚年连住的房子都被迫卖给了耶鲁大学，象征性的租着住。你以为这就完了？回到我们开头说的牛顿，这位老哥在南海公司股票泡沫的时候，一开始其实是有赚钱的，获利了1倍就出场了。但他受不了，眼睁睁看着旁边那些连万有引力都拼不出来的市井小民，每天在酒馆里吹嘘自己又赚了多少。于是牛顿在接近最高点的时候重新杀进去，all in一把梭，甚至把政府公债都换成了南海股票。崩盘之后亏了个倾家荡产。这就是聪明人过不去的坎。当一个笨蛋买错股票的时候，他只会觉得，我真倒霉，然后摸摸鼻子认赔。但当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买错股票的时候，他会觉得市场怎么可以不按照我的逻辑走？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会用无数复杂的理论来说服自己，最后死在山顶上。这就聊到了很多人会问我的一个问题：麦门既然连这些天才都会被市场按在地上摩擦，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到底该怎么看盘？难道就只能靠直角吗？说到看盘工具，我自己其实花了不少时间研发了一套系统，也就是我的 My Now 看盘软体。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我太懂那种陷入分析瘫痪的感觉了。以前我也跟那些学霸一样，开10个视窗看一堆财报，总经数据，花3个小时做功课，觉得自己准备的完美无缺，结果一进场，方向就跟主力反着走，直接被当成肥料。后来我发现，与其去算那些虚无缥缈的本益比，不如直接看钱往哪边流。在我的软体里，我把主力筹码的变化、关键的防守和攻击技术位全部直接标示在 K 线图上。更重要的是，它能自动判断现在是盘整盘还是趋势盘，也就是告诉你，现在你是该乖乖绑手等待，还是该勇敢上车，就这么单纯。而且你不用每天死盯着荧幕，只要主力释放出危险讯号或是机会讯号，手机就会收到即时通知。没错，我要打广告了，但你都看到这里啦，给我30秒不过分吧？这套软体不是要给你报名牌，名牌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个笑话，它是要给你一个客观的依据，帮你戒掉那个我觉得市场应该要涨的傲慢心态。有兴趣的可以点击下方连结去看看。好，广告结束，咱们继续讲刚才那个话题。完美时机的陷阱与草莽精神。聪明人还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永远在等完美时机。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朋友，买个手机要开20篇，开箱文，买档股票要等财报公布，等法说会开完，等美联储主席咳嗽完？他们追求的是100%的确定性。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在金融市场里，当一件事拥有100%确定性的时候，它的利润空间也早就秒蒸发了。
来看看企业界的学霸是怎么错过一个时代的。1999年 Google 刚起步，2位创办人想拿着技术去卖钱。一开始他们找上了 X 代，开价75万美金，后来加到100万，结果人家连看都懒得看，直接拒绝了。到了2022年，雅虎的 High Campaign 执行长 Opie 亲自去谈收购，当时雅虎开价30亿美金 ，Google 说不行，我们要50亿。雅虎的高层一拍脑袋，觉得这帮年轻人疯了，这种估值模型根本算不过来嘛。于是谈判破裂。大家猜猜最后怎么样？到了现在 ，Alphabet 的市值已经飙到数兆美金等级，是当年雅虎开价的上千倍。雅虎的高层聪明吧？他们算得太精了，精到把一个帝国给算没了。相对的，有些时候能救命的，反而是一点不讲武德的草莽精神。1973年的夏天，联邦快递的账上只剩下5000块美金，但下周一要付的燃油账单高达24000块。创办人弗雷德·史密斯去借钱，被投资人扫地出门。这时候，如果是个读过几年书的精算师，大概已经在写破产清算书了。但史密斯老哥直接飞去拉斯维加斯，坐在21点的赌桌上，硬是赢回了27000块美金。这笔钱虽然不多，但刚好让公司多撑了1个礼拜，最后等到了后续的1100万救命钱。这里不是叫你也去拉斯维加斯啊，重点是在生死关头，敢做决定的人比一直在建模型的人更容易活下来。这就好比你走在沙漠里快渴死了，前面有个泥坑，里面的水有点浑。聪明人拿出随身携带的水质检测仪，开始化验大肠杆菌和重金属含量，发现超标，决定继续往前走，寻找纯净水源，然后就渴死在半路上。而旁边的野外求生老手二话不说趴下去喝饱，虽然拉了2天肚子，但他活着走出了沙漠。在沙漠里喝脏水的人活下来了，验水值的人渴死了，市场就是那片沙漠。天才与散户的死亡回圈。更扎心的是，聪明人的过度自信往往会变成市场里最好割的韭菜。曾经的安龙公司有一位执行长叫杰夫·史基林，这位老兄是哈佛商学院前5%的顶尖学霸。据说当年他面试麦肯锡的时候，面试官问他：“你觉得自己聪明吗？”他老哥直接回了一句：“我根本超聪明。”结果呢，这家号称全美国最聪明的公司，在2001年轰然倒塌，申请破产，2万名员工直接吃土，退休金归零。史基林自己也一审被判了超过20年，后来虽然减刑，也关了10几年。纪录片导演还特地把这部片命名为《房间里最聪明的人》，可以说是极致的嘲讽。你以为这只是华尔街高管的毛病？来看看我们台湾的散户。加州大学有2位学者巴伯和奥迪恩曾经专门研究过台湾市场，他们发现一个惊人的数据：那些积极交易、自以为能看准高低点的散户，他们每年的回报率会减少3.8个百分点。这笔钱加总起来，相当于台湾国内生产毛额的2.2%。这群散户每天看线图、听消息，杀进去又溜了，拼命折腾。PTT 股板上有个网友完美总结了这种人的下场：散户卖掉后修正15%，以为自己是股神卖在高点，结果在喷30%后忍不住追，然后就套牢了，跌了35%后受不了停损，停损后马上大涨50%。你看，这就是自作聪明的代价。无论你之前赚了几倍、几百倍，你永远只有一个100%能赔。聊到这里，我其实挺好奇的，各位在看影片的朋友，你们在交易的时候是那种每天盯盘、频繁进出的行动派，还是买了就把软体删掉，也不见为净的装死派？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惨痛经验，我们一起取暖一下。菜市场阿姨的降维打击。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看那些在市场里真正赚到大钱的笨蛋。台湾有一位财经系的学生，当年去听券商的讲座，遇到一位穿着超级朴素的菜市场阿姨。阿姨掏出手机给他看库存，上面写着已实现损益正234.5222元。阿姨淡淡的说了一句：“我这辈子买股票从来没赔过钱。”还有一位嘉义的计程车运奖陈大哥，从台积电150块的时候开始买。他不看什么外资报告，也不懂什么半导体景气循环，他的逻辑极度简单，专心开车，钱跟着台积电走。10年过去了，人家已经在高雄和嘉义买了2套房，而他那个天天听名牌融资欧印一把说的朋友呢，早就被营业员通知维持率不足，直接毕业了。你说多有意思？这些阿姨大叔智商有比哈佛的学霸高吗？并没有，但他们有一样东西是那些聪明人学不会的，他们敢于接受自己的无知，然后死死抱住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反观那些高智商分子呢？2024年台湾在疯抢00940这档指数股票型基金的时候，一堆自称懂财商的人
跑去贷款抵押房子，觉得这一波是送分题，想要弯道超车，结果挂牌第一天直接破发，套到天荒地老。难怪 PTT 乡民笑说，这简直是大型财商智力测验。放弃预测，你才能活下去。所以这些故事听完，回到我们自己的盘面上，那么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方向就很清楚了。既然连发明微积分的牛顿和拿诺贝尔奖的数学天才都没办法准确预测市场的顶部和底部，那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在期货和衍生性商品的市场里？这个道理更是血淋淋的。聪明人总喜欢去猜头摸底，看到原物料或是外汇指数杀到见骨，就觉得跌升必弹，急着冲进去徒手接飞刀；看到价格喷到天花板，就觉得涨多必跌，死命去做空。这就是典型的想用智商碾压市场。但真正的老江湖是怎么做的？他们不预测，他们只跟随。你说这是笨吗？我是觉得挺聪明的。当宏观资金的大潮往某个方向狂飙的时候，如原强势带动的汇率趋势，或者是地缘政治引发的黄金波动，你要做的不是站在车子前面计算它的阻力系数，而是直接跳上车。你就像我常说的，看板要先确定趋势的方向，方向不对，努力白费。不管是做哪个方向的期货商品，你要赚的是那波顺势而为的大段行情。专注在早盘面给你的讯号，把大机构的资金流向当做你的导航，而不是靠着自己那点可怜的微积分去跟市场对赌。当你放弃了证明自己很聪明的执念，放下你的面子，你才有可能真正在这个吃人的市场里存活下来。说白了，你要钱还是要脸自己选。至于具体的进场时机、风险怎么控管，怎么用最小的代价去参与这一波趋势，这些就是我在订阅专栏里每天在追踪的事情了。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连结放在下面。好了，今天这个主题的核心逻辑就讲到这里。聪明人赚不到大钱，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们太过依赖大脑，却忽视了人性的疯狂与市场的粗暴。如果你觉得有些地方还没听够，我建议你把我前面几期的影片也看一下。我的逻辑是环环相扣的，这期讲的是上一期的延伸，下一期又是这一期的延伸，而接下来的局势只会更加动荡。当全球央行那些自以为聪明的老头子们再次试图用复杂的政策来干预市场，甚至面对即将到来的贸易关税战时，下一个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那样的连环大暴雷，可能已经在倒数计时了。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我是麦门，我们下周见。